为什么要确认正确的舌底上颚？大凡修道之士，在刚开始打坐入定时，非常容易昏睡，精神不集中，较容易受外界干扰。有人曾问，有什么办法可解吗？一般现在打坐的方法，若是做得正直了，即使你昏沉，睡住了头也不会动，因为它像一沓铜钱是一样的，一搭一松的立在那里，牙不要咬住，舌住上颚。很多人在修道之时，将眼睛全部闭起，其实应该睁三闭七，使眼前能看见的事物变得分不清是何物时即可，这样有助于集中精神，也不容易睡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打坐之前，一定要注意舌顶上颚，因为人的上颚有两个小窝，称为天池，修炼的真气会从此处外泄，需要用舌顶住。还有个功效是，一般打坐，舌一顶上颚之后，小舌自然就打开了，喉腔扩大了，呼吸就畅通了，不容易昏沉。舌顶上颚不容易昏沉，你要真正舌住上颚，打坐一般不会昏沉，因为他呼吸空气具足，氧气具足。人昏沉的时候，就是脑血氧不足了，氧不足就发木，一发木头就昏，神经系统失去控制了。我看到修真子老师说，正确的舌底上颚是口中发耳声，舌尖所抵之处就是，也就是图中的位置2或3都可发耳声。首先我们可以藉由人体基本构造的了解，在鼻腔与口腔之间及上颚处称为金桥，又曰上阙桥，有2窍，唾液分泌腺，舌根下亦有2穴，左为丹井，右为石泉，此处正是连泉穴，唾液分泌腺。口腔后为咽喉，喉头下接气管，为呼吸空气出入之处，咽头下接食道，为饮食进入胃的通路。如用舌头沿上颚滑至上颚最后五谷坑凹那里的那地方确认为鹊桥的话，位置3，但是这地方靠近喉咙，舌头顶那里的话又弯得厉害，舌头发酸得很，是这位置吗？但是我又看到论坛有人说小一舌底上颚，舌底上颚即住舌，古名为搭鹊桥，是气功调身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在气功修炼中有重要作用。气功修炼重在调心，心乃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王，而舌为心之苗，故舌底上颚不仅有利于调心，而且对五脏六腑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任脉经穴下起于会阴，上中于承浆，位于下颌唇沟的中点。督脉经穴下起于长强而上止于龈交，位于上唇系带与齿龈连接处。舌底上颚可以上承督脉之龈交，而下接任脉之承浆，对于沟通任督二脉气血的运行，形成周天运转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故古人将舌底上颚形象地称为搭鹊桥。那么舌底上颚该如何操作呢？按正宗的传授，并非是有意的将舌头卷起抵住上颚，否则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正确的操作方法是把口唇轻闭，牙齿扣拢，舌尖即会自然地抵在上颚与上牙龈之间，实为龈交穴内侧，而绝不可将舌头翘起用力抵住上颚。位置1或口中发耳声时，舌也可顶在图中位置2的地方，即在1和3之间皱纹多的当中为鹊桥，这样舌头比较舒服。难道是这个位置正确吗？答案：舌顶上颚。我查阅了很多书和资料，有一本叫《八宝印气功》的书有谈到怎么舌顶上颚，具体内容如下：舌体宜直不宜卷，宜轻不宜重，恰在靠近上牙根处。但一本道教典籍介绍是舌尖顶在硬腭和软腭之间，说上颚是天池穴，阴气上通脑髓，恐其往下泄气，用舌顶住天池穴，引真气由玄阴穴下降丹田，生有甘露，顺归气管，过12重楼。闭口藏舌，舌顶上颚的做法，从前是要把舌尖反卷过来呈90度，以舌尖底面顶到上颚部位。因在人之上颚有2个小窝，叫做天池穴，故上颚是天池穴所在，位置在上牙床内寸许凹陷处。口念而自舌尖所处部位。闭天池，一是为了开玄阴，玄阴穴在巧舌之后，玄阴一开，真息往来畅通无阻；再则闭天地一生津，舌根下有生津2穴，左为金井，右为石泉。静坐往往有津液满口的现象，并感清而甜，此时应用吞律法将津液吞入腹内，即舌顶上颚不动，
将津液吮至舌根，待欲喷腔时引颈吞下，并汩汩有声。据说这样饮吞能直接入任脉，化为阴经，是造经之捷径，健身之妙法。舌顶上颚是练气的骑马常识，但其原理无人深究。人之上颚部位有2个小窝，伸进手指可以摸到，道家称为天池，此非针灸之穴位，乃属修炼之关窍。在位置3前面的硬骨处两边有2个小孔，用你舌头点到硬骨后，舔下两边2个洞吧，还是软骨或说无骨之凹处，所以可以确认该顶这位置为正确。一般各家功法多半是讲舌抵上颚，有的说舌尖轻轻抵住上齿龈。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接通任督二脉，同时产生津液。从我的实证效益看，舌尖如果轻抵上颚或抵住上齿龈，口生津液的效果并不明显。查有关史料，则是讲舌住上颚，并强调剑塞喉咙一窍，意为舌头与上颚接触的过程中，要像一根柱子擒住上颚，并且舌尖要逐渐向软腭的尽头接近喉咙的部位移动，最后定在此处。用此法修炼，虽然开始舌头有些不自然，但很快就适应了，而且津液可以比较明显的出现。同时我也得到以通任督的朋友说，舌头自然放松就行，等练出了气通任督道时，会有股力量把舌头吸上去。所以我认为一开始的话也可以顶位之一，虽然津液没正确位置来得多，等以后到通任督自然就会顶到正确的位置了。我这几天没事就舌底上颚一直溢出满口很稠的津液，并感清而甜，大家可以一试。转自某修行论坛百家之言。乐善堂玄关子刘凤章问曰：闭门藏舌，舌顶上颚各门全有此法，又能将气一升，舌尖一顶，气一降，舌放下，而名此舌曰药使，此理可真否？千峰老人曰：此是人道之法，是世人先民如何做人，积功累行，以求其真道。与人性命生死无干，彼以舌为莲台，气为祥云。舌顶上颚，一生气，谓之元神由顶而出，即佛作莲台，驾云上天，为离。气又一降，舌尖放下，谓元神回至世界，为坎。气生舌顶，名为元神田离而成乾，坎遂成坤，此彼等取坎田离之命意也。舌顶上颚，真道有司功，而非此种解释。即如取坎田离，乃是还经补脑之别名。因人年龄日长，知识日增，而七情六欲，处处消年减命，虽知损生微命之源，仍不肯加以限制，追至腰楼目短，形容枯槁，具之脑力亏耗，记忆退则思路不彰，根蒂无由滋荣，精神衰则职责难尽。是故修道人首先保筋固肾，实则留养所命耳。西吴师了空曰：上颚是天池穴，因其上通脑髓，恐其往下泄气，用舌顶住天池穴，引真气由玄阴穴下降丹田，生有甘露，顺归气管，过12重楼，故舌尖倒顶上颚，真气聚于祖窍之前，眼常观此窍，耳常逆听此窍，舌常顶此窍，运用思维，念念不离此窍，行立坐卧，心心常在此窍，一转瞬间，亦不可忘却此窍。悍然心清气爽，浩然气畅身壮，既然无思无虑，豁然知空不空，了然悟性。真性功夫至此，自然精神朗发，智慧日生，心性灵通。忽有一点真阳从中而发出，此为玄关现矣。故我师南吴派悄悄道人曰：玄关无定位，黄庭一路为玄关，若不舌顶天池穴，而黄庭先天真意之气泄矣。如果不知上颚部位，可至补牙馆参观，石膏上牙模型深陷处一圆圈是也。如不顶住上颚，真气不能下降丹田，此是真人行吸呼气之法也。乐善堂昆生玄润姑刘葛氏众方问曰：弟子正在参禅打坐之时，手脚恍惚乱动，身似向前扑倒，猛吃一惊之状，叩师开明，感受何病？千峰老人答曰：此是意念未归中，而舌亦未顶上颚之故，即生此怪状，速将意归中，此禀立消。如见一切景象，俱是幻境，只是意念归中，坏境自除。